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9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0.02，收盘价是246.38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47.55，最低价是在238.65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9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5 倍量缩。KD 值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上，开口变小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下行走势开始减弱。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略有缩小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短期空头趋势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9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中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，然后出现止跌变盘向上信号 K 线之后的反弹中。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，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确认了变盘向上。那而且它也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那唯一的不足就是当日的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。那日后股价如果要继续反弹要有一个补量的反弹。那否则股价很容易冲高而出现反转向下，而继续进入到下行的通道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在235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小幅的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43。实际在9月28日收盘价是在246.38，出现了反弹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小幅反弹虽然在走势上完全相同，但是收盘价的点位相差较大，并且收盘价点位的性质也不同。我们预测的小幅反弹并没有站上5日均线值，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是又重新站上了5日均线值。所以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，那日后如果有大的成交量，一定会推动股价继续反弹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9月2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249.5，或者我们把它取一个整数，叫做250。那要站上这个位置的目的就是要瓦解，就是要站上前高来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空头趋势。那一旦这个短期空头趋势被瓦解，并且有一个补量的上涨，那会推动股价继续向上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58这个强压力，还有上方的275，这也是强压力。那这两个位置实际上对于目前股价的上行只是强压力。一旦股价出现反弹，它真正的目标是279这个位置，也就是站上这个高点。那如果股价能够站上这个高点呢，也就是恢复自2023年8月18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，也就证明这一波回档成功，股价将会继续上行。那继续上行目标一定是300关口。但是我们说
股价目前有2个强压力，一个是258这个位置，因为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各条均线值都是压力。同时，在到达275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，遇到这根上方的这根下行的趋势线，也就是这个1号趋势线。所以说，那股价目前如果反弹，想要站上279呢，目前有这2个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后续股价上行的分析说明。那么我们总结一下3个目标，一个是250、258，还有一个就是275。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，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那目前股价已经站上了这根叫做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那它的最低点呢，这根 K 线最低成为了前低，所以目前股价要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要从238移动到234.5，也就是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股价要跌破这个位置的目的，就是继续出现底底低，也就是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一旦这个位置被跌破，下方的2个目标，一个是228，这是强支撑，然后呢，或者我们把它称作叫支撑位并不是强支撑。那真正强支撑是下方的这个趋势线。这条趋势线我们会看到是股价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的底高的上行趋势，所以这个位置将是日后股价的一个强支撑。好，那一旦这个强支撑被跌破呢，接下来股价的目标下行的目标就是212。实际上这一波下行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12，而去恢复自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因为上方有了头低，那下方再出现底低，也就是会确认或者说是继续这样一个空头趋势去下行。好，那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分别是234.5、228还有212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对于9月29日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。那在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变盘向上信号 K 线的最高，就是股价如果能够在盘中在它的上方运行是容易收高的，在它的下方运行是容易收低的。好，那么对于9月29日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在243，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243，或者我们对，在这个位置243.5。对，那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？我们把它调得精准一些，就是它是这根实体中红 K 线的实体部分的中线，同时这个位置也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一个位置。那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股价如果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，如果出现回档的时候，那在这个地方如果能遇支撑而继续向上，那么股价很容易出现反弹，或者是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。那否则如果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，那很有可能股价会收低。但如果我们说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这个地方将会成为一个压力，而去推动股价继续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关注这个位置的目的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看看月 K 线图，因为在9月29日是9月份当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我们再来复盘一下这个月 K 线图。那
在本月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50，就是股价如果能在250上方运行，是容易收高在273；如果是在这个250下方运行，容易收低，会收盘在238附近。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信息。那么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实际上现在我们要特别关注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位置。我们先把辅助线去掉，这样会更清晰一些。那目前我们看股价是处于月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和20均值之间，所以在最后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要关注这个收盘价是否能站上5均值。屏幕的左上方写的是247.518，也就是我们要关注当月的收盘价是否能够还在5均值上方。那如果在5均值下方呢，比如说目前的这个位置，那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月呢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。对，但如果我们下方要关注的就是股价最后一个交易日是否会跌破20均值，20均值是在239.426。那一旦股价是跌破20均值呢，那对于月 K 线图来说，更有可能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月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好，所以我们认为对于最后一个交易日，它的目标上行就是要站上月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，向下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个20均值，否则我们认为在最后一个交易日它会在这个2个值之间进行横盘。好，这是对月 K 线图的复盘。我们再来看周 K 线图。周 K 线图，我们还有一个本周还有一个交易日，目前的这个线型啊，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止跌反弹的信号 K 线，但是成交量不足，我们要看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成交量。如果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一个大的成交量，然后呢，股价收在高处，那是很容易有利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会出现继续反弹。对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会看到本周在周 K 线图当中，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周 K 线的最低是244.5。那如果股价在最后一个交易日不能在这个观察线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很容易收低。那一旦收低呢，将不利于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的反弹。好。所以对于周 K 线图来说，我们会看到，最后一个交易日股价如果回档呢，这个20均值245.13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。那上方的5均值是在251.8这个位置，很容易会遇到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月 K 线图和周 K 线图的一个复盘。好，我们回到日 K 线图，接下来我们依然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，股价虽然是出现了反弹，并且收盘价站上这个变盘向上信号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确认了变盘向上，但是在这个位置呢，由于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。所以在这个位置，在技术上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或者是做多的。好，这是我们对多头来说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我们之前一直提过，在目前的股价的位置，在到达258之前，一直都会有空头力量的进入。那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，现在就是要跌破前低234.5，还有这条趋势线，包括下方的212，这是他们的目标。
那空头目前要回补的位置就是在258附近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9月2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和上方的第一个目标，是从247.5到250之间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51到255，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是从256到257。我们会看到这几个压力，如果我们取整数的话，这几个压力位都是连接在一起的。然后再看上方还有258前高，所以从247.5一直到258，这个压力是非常多的，当然也是非常重的，但是我们还是把它区分开来，标注，就是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反弹，我们看看是在哪个位置会遇到阻力。好，这是上方的压力，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。首先到来的就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243到246之间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，我们说是238前低，然后第三个支撑是234，第四个支撑就是下方的22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9月2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今天第一个可能的预测会给出2个方向，并且呢，对于下行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。好，我们先来说第一个可能。第一个可能，其中的一个方向是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下行。如果是继续下行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呢，股价最高会到达247，下方最低会回踩到236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23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。对，那么下跌，在我们认为，如果股价出现低开盘，并且最高不超过244，然后下方最低到达231.5。那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2，对，也就是下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是收在238附近，一个是收在232附近。我们会在视讯的下方文字说明当中去把它标注清楚。好，另外一个方向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。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6，对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52.5，收盘会收在252附近。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那如果股价既不下行也不出现反弹，我们给出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。如果出现横盘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48.5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3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5附近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